我曾经有一任女友差一点论及婚嫁，但我们后来分开嘛，然后一直到前几年，就是他阿嬷生病快要过世，他就跟那个女生讲说，其实他一直都还惦记着我，那能不能再见见这个没有缘的这个孙女婿这样子？哇！可是那因为他阿嬷也就是因为这个前任女友一直骗他阿嬷说我单身，我就真的想不到任何理由，就想说基于长辈，我就骗他说我要去教课。我就见了他的长辈嘛，然后其实他长辈后来最后也会跟我讲说，那你会好好照顾我们家的谁吗？这样，可是他很奇怪，怎么回答？哎呦，但是到现在你才知道这件事吗？从这边到里面，一共5步。1、2、3、4，喂，提早到了。感情里面有些事情就是提早到，但千万不要走不到。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不要在那边纠结来纠结去，交给我，周杰伦。节目已经2年来，对，第一次设定出来一个完整的人物吗？对，就是周杰伦吗？周杰伦，对，因为对他是一个种族嘛。谁设计的？其实蛮多的，因为周杰伦是我发明的，对，有黑伦、周炳伦，但我就是我，周杰伦。没有。所以周杰伦跟黑炳伦差在哪？是周炳伦跟黑伦，没有黑炳伦。哦，那太黑了，那太黑了。周杰伦跟黑伦差在哪？因为黑伦他真的有开演唱会，但我还没开。对，不一样。我还对不，因为大家很少在节目上看到我，我还It's first time。对，我还愿意上节目。所以请问一下，周杰伦的酬劳高不高？OK， 不要闹。S 不要让他再纠结下去了。对，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模仿很像。你刚才是模仿谁？对，阿本蒙学园。不要吧？不是。没有，我以为你是那个嘞，大小姐不睡觉。那是。大小姐不睡觉，快来一段。啊哒哒哒哒哒。爸，好，阿本。啊，扣，乌拉巴，不要闹，我比较，你好有才华哦，周杰伦。对，不要闹，对。所以今天请到周杰伦，就代表是因为现场有很多人都很纠结，有点纠结，对。可是有些拜托你们都老夫老妻还纠结什么啊？到底我不知道啊，因为今天听说就是要说一些我不纠结他会纠结的事，我没有觉得我纠结。你们2个结婚到底几年？哎，你们没结婚，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我们结婚啦。你们有结婚吗？我们有结婚。什么意思？我明明记得你们俩不是说不结婚吗？我们有结婚。什么时候啊？不生小朋友吧？我们结婚。S， 你大概是全华人当中唯一知道我们没有结婚的。哎，你上一次有访问我们婚姻生活啊？我记得我访问你们，然后讲的漏漏等，然后还有秀吉他啊，什么挖狗舌的啊。哎，你得了失忆症吗？呀，可是我记得你们不是说不婚主义吗？我们结婚，我们只是不孕。哦。不生小朋友，不生，对，我们结婚，我们15年，哇塞，结婚15年 ，OK。彼此之间还有没有说过的秘密？我觉得你们两个那么爱讲话的人，应该什么事都讲出来了吧？原因说我们话已经讲这么多，怎么有可能还避得开秘密，对不对？对，哎呦，没有秘密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秘密，就是我们真的没有结婚。我们真的有结婚？为什么我会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么大的秘密？好可爱 S。我觉得不是故意不讲，可能就是嫌麻烦，或者是还没讲到。还是说讲了可能会伤感情？对啊，而且有些讲了没有必要，而且徒增困扰。过去的事干嘛往事？所以代表这个东西可能真的很严重喽。我觉得乃馨是这样，乃馨是一个完全坦白的人，他就说。他不会保留任何秘密，不会。对，我觉得你没有，但事实上还是有，对不对？没，不然你怎么来上这一集？我很努力，我为了来上这一集，我已经绞尽了脑汁，因为我觉得我有自白
我是一个自白症，对，就我特别喜欢跟人家自白，就所有事情都讲。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你应该自白完了吧？差不多了。我很努力，但还是有些事情他不知道。你还是有挤出东西吗？是真的吗？真的，是真的，真的不是为了上我们节目硬挤的吧？有点用力，但是还是真的。所以这些事情他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知道之后不会很爽。那你有没有把握，他今天讲出来的事，你不会动怒？我不会动怒，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才是故意为了上这集节目来映衬的。我不相信黄国伦有我不知道的秘密。他跟女明星乱搞过，你知道吗？他跟女明星配唱的时候乱搞过，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乱搞过？我什么时候乱搞过？这连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你什么时候知道？给你配唱的那个女歌手啊。给我哦，配唱。你说我帮他配唱，你帮他配唱，然后他爱上你啊。我帮他配唱，我是他制作人。他说你们两个聊得很来，你教他很多事情，不止在歌唱上面，很多人生的道理。工作什么？怎么做人？你们有没有开空调？冒冷汗，好热哦。 OK， 反正 anyway， 你自己好好回想一下，你等一下要讲。我觉得他在那个 Patrick， 他在唬我，对不对？没有，谁你们没有这一段嘛，对不对？不好意思，我周杰伦。杰伦他在唬我，对不对？那是真的是没有这一段吧？有这一段。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播啦。你现在心中有没有底？哎，第一次看有人抓胡子，就是说你现在感觉你有想到那个人吗？他有。你如果今天不够坦诚，我们马上播。哦，哇塞！你知道他没有把那段要这样吗？ B2有这段有留下来吧？有留下来吧？有没有留下来那一段？那个女生跟黄国伦告白的，有留好。哦。有很多个，我不确定是哪一个。没关系，你至少要想到一个。好，那 Terry 跟罗美玲不是很相爱吗？我们可以离开了吗？没有，我就想说你们俩此地不宜久怎么留，对不对？不是个好地方，很恐怖。应该说我们认识4年，然后结婚9年，现在已经13年了。你们俩一直都人设设得很好啊，就是很相爱啊，然后无敌的神队友什么之类的啊。应该是说，其实不要讲夫妻之间，男女朋友总是还是有秘密。还有后面2位来凑热闹的，欢迎珍妮。郭老师。珍妮现在也是步入婚姻了，对，目前都还是嘴硬的说很幸福，对不对？一直都很幸福呢。哎呦，我看你欠多少？但真玲，你跟那个陈木在一起之后，有没有突然哪一天发现他有一个秘密是你不能接受的？其实我的秘密比较多，他没什么秘密。我相信。对，然后你现在跟他讲了多少秘密？还有多少秘密你没跟他讲？以趴数来讲，100%你讲了几成而已？大概90，然后每讲都是很大条的。要带进棺材大条。对，大条到是你觉得会影响婚姻的吗？可能会影响到感情。我觉得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棺材。大家知道了吧？把门锁起来。等一下 ，Andy 是烧火。今天我们要让那个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深信2位真的是很相爱，没错，彼此互相扶持的黄国伦跟寇乃馨这对夫妻，我们先上。竟然还有，不能说的秘密。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婚姻。要老婆先说还是老公先说？就你们目标是先拆散一对是一对，就对了。是。要怎么说？到那边去。你先不要讲，我觉得应该是乃馨姐先讲，我先讲吗？因为她讲的一定很无聊。就是万一你觉得他很无聊，剪掉就是。对，懂。那如果是乃馨姐先讲话，要请国伦老师到我们这个静音区。哎，我觉得这样做会不会有点掩耳盗铃？因为未来还是播出，还是要知道啊。哎呀，你也知道节目就是这么幼稚嘛，你就配合一下嘛，配合一下仪式感。那因为其实这个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如果听到一半，如果听得到的话，他会说我又没有，或者是最好是听得到哦。不是，不好意思，国伦老师做错了。你要干嘛？国伦老师，为什么会有一个小情啊？不，因为那是我的不是你要出在这个。因为杰伦不斗琴，周杰伦会弹琴。周杰伦一定要弹琴。我们节目到底像什么幼稚啦？好幼稚。好幼稚哦！老师，麻烦。真的需要这么幼稚吗？对。而且还要戴2个耳机。对，因为我们会放音乐，因为这个不够密。天哪，你是要让我聋掉的意思吗？不会。很多艺人都尝试过，还好啦。所以周杰伦你要演奏的曲子是？对，因为夫妻之间如果是不能说的秘密的话，当然是代表说不能说的秘密嘛，对不对？啊，你们可能会以为我假唱，因为现在有些歌手是会那种电比较多，电比较多。这个麦克风是真的。
真麦哈，对，绝对假，绝对真唱，好。好，欢迎黄国伦。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恋。这些纠结了。因为这个琴键很小，通常会很纠结，到底要按哪边？但是掩盖不住你的音乐才华。对。拜托这一集一定要丢到金钟奖去报名，让他们看看现在台湾的综艺节目堕落到什么程度。对，不要闹哦，来欣姐，对。为什么会主持这么幼稚的节目啊？对。OK， 好，你 shut up， 来，我们是认真的，对吗？看我是认真的，我们是认真的。我们现在开始，你要讲真的哦。我讲真，当然真的啊，跟钱有关，也跟情感有关。就是呢，我是一个从来就不跟前男友真正分手的女人。什么？你说你跟每一任前男友都是狗狗滴哦？只要对方愿意。就是如果对方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当然我不会强求。但是只要对方没有跟我避名翻脸到那种就是恨到从此不相见的话，我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愿意跟前男友继续有各种藕断丝连的关系的人。你说的藕断丝连应该是仅止于友谊吧？友谊或者是更多的，我是把它用在事业合作。譬如说，我讲一个黄国伦不知道的真实案例，就是我现在有一家现存的公司，就是还活着的公司，至少有3任股东都是我的历任男友。3任股东哎，然后他不知道他不知道，3任股东，他也从来没有问过说这个股东跟你是什么关系，你认识的？我会跟他讲，就是朋友啊、学长啊，然后呢就是老友，也对吧？前男友算老友吧？算吧，对不对？只是异性老友嘛。前男友对，但我没有跟他讲说老友到什么程度，因为国伦也不可能去查股公名册。你这个狐狸，你这是……而且我跟你说，所以我真的警告我的前男友们，跟我保持良好的关系，绝对是好的。你知道我让我的每一任前男友至少都赚过上百万的分红。等一下，所以你现在人生中所有的公司或是所有的工作，都里面一定会掺杂一个你的前男友吗？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觉得比较信任。然后黄国伦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我的，他知不知道你的助理是你的前男友？我的助理不是我的前男友。哦，你说那个哦？什么？他们是我的助理，是这样的，他是我有这个人，你这样问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所以我知道了，我想说你要讲吗？都讲到这个份上。OK， 好。为了你的节目，有什么差？谢谢你。你说的那一任。不是我的助理，他应该算是我的执行经纪人。然后呢，好，先说他应该不能算男友，他是一个对我非常非常好的学长。然后呢，在我的大学4年呢，照顾得非常周到。所以就是有一个前男友在你们2个当中，就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然后他都不知道他是前男友。我告诉他，他是我很好的学长。但是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请问那个人在你们2个中间到底深入多深呢？我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在大陆工作了几年吗？对，这一位我的大学非常非常要好的学长，他飞到大陆去陪我工作了2年，而且是朝夕相处。就是我们住在 hotel 的时候，比如我是在11楼，他可能就是在8楼。然后他要每天接送我，甚至呢还要那个深夜接我回去以后呢，可能还会开晚上的复盘会议，就是算是朝夕相处，这样日夜相对。然后他是你的前男友，就我觉得就是算很好很好，他就是你的前男友。然后他不知道，他知道他是我学长，但是他去大陆的时候就，你到底有多少秘密要讲那么久？等一下，国伦去大陆的时候，他也跟他是很好的，还在讲。他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天哪，充满心里。哦，在他的理解里，他是我的学长跟干哥，还干哥，你不要讲干哥，对不对？当听来看，就是对我很好的各位女性们，觉得这个太夸张的举手。可是没有任何亲密，要是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大暴怒？会，没有亲密
关系哦，也没有情感，现在也没有情感纠葛，就是但是他在外地的时候，他就是跟他2个独处，然后2年呢？对，2年，没有关系。然后他还不跟男他讲说是前男友，哎，你说这过不过分？学长前男友，你说过不过分？大家可能觉得我很过分，可是我要讲清楚，就是说我跟前男友之间都是清白的。我遇到黄国伦之后，从来就是目不斜视，4个男友，呸，我都是只看他一个，但他怎么对待我的，各位知道吗？好，你们也知道，我每一年都送他几百万的吉他做生日礼物，有没有？有，是不是？他家吉他是不是你帮他办鸟巢的演唱会？对，虽然是掏心掏肺，可是你知道我每年收到的生日礼物，到现在黄国伦都不知道我有多不爽。他每年送我的礼物，各位先看一下。好，这个就是我每年拿到的礼物，通常1年会有1张卡片。好，并不是比较大张就诚意比较高，因为你知道每一年送这种大卡片也就算了，因为大卡片可以写比较多的字，还是可以保证他的用心。可是我跟你讲，能够送到有重复的卡片，你会不会觉得就过分了？重复什么意思？2018年这张，请看。好，写了一大堆字，对不对？好。哇！而且这种卡片大家也知道，不好意思，那个字是有左上角跟右下角。你说的太对了，这张卡片就是没有很多字哦，书店买来没有地方可以写字，整张都已经满满的。2018的 birthday card， 注意看一下，再给大家看一张，一不小心。2022年的这一张，4年之后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此的，怎么有一种熟悉感？不可能啦！这个太不可能，熟悉感。而且字还变少了，字还变少，只剩4个字了。字变少了。这个销售很好哎，他一直在摆，一直在摆。他一定当年买的时候买1送1，同一年买的。不是，这是超忘记了吧？忘记了，起批3个。我跟你讲，我说，哎，我怎么觉得这张很面熟？他说，怎么可能呢，宝贝，这么的设计精美，这么的缤纷亮丽，这就是我对你的心啊！我想说，见鬼了，我也很一致啊！你在2018年就已经缤纷亮丽过了。本来字很多哎，本来是小宝贝生日快乐，永远爱你。对，老公伦哥哥。老公伦哥哥，然后后来是2022的生日快乐，3个惊叹号。随便了。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我给前男友赚100万也就赚了，对不对？给他们赚呐。还有哦，这个卡片对不对？我要 S， 当你收到这样的生日礼物的时候，你真的不会生气？你跟我讲，你多有风度。这是一个如你所愿的万花筒。然后黄国伦说，这个是德国设计师的万花筒，是他精挑细选从某品书店挑出来的。OK， 他说，宝贝，你知道这有多特别吗？里面有你的名字吗？每一面哈，里面有你的名字吗？并没有，每一面都会有不同的花色哦。哪个万花筒是每一面？他说：“祝你有个缤纷亮丽的人生哦。”你觉得会不想揍人吗？那也就算了，我还是微笑的忍下来了，因为你们也知道，身为一个老婆要经营婚姻不容易，有时候你嫌男人的礼物，以后就没有礼物了。好，对，我没有嫌，我就说谢谢老公。我想我已经收过万花筒，我的人生应该到了一种底线了。对，不可能再糟了，不可能这样知道我今年拿到什么？还可以更低哦。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我刚刚从美国，他带我去美国，我们去巡回布道，顺便过生日。他说：“老婆，我今年礼物你会很喜欢哦，你一定会非常的觉得我很用心。”我告诉你，你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先看一下这个万花筒，万花筒已经是最低了。我以为是人生的底线了。今年他非常用心的挑了一个礼物，他说是我生日的年份特别挑的。我想说红酒，对不对？红酒吧，对不对？我跟你讲，好期待哦。首先，今年不会有重复的卡片，因为今年是小卡片。这个是我今年得到的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铅笔机，你一定没有看错，它就是一个削铅笔机，而且是手动的，还不是电动的。我承认它很复古，但是有什么意义吗？他说这是1971年我生日同年的削铅笔机，还附了1支铅笔。
然后他说这是一个1971年的一个削铅笔机，但是是全新未开封的。他觉得这个就象征我的这个到这个年纪都还非常的有 childish， 非常的天真浪漫。我们救不了你耶。你觉得跟前男友开公司有问题吗？我觉得你应该跟前男友。才能表达我你怎么样忍住不把这个削铅笔机摔在地板你上的？想知道对不对？嗯，我就告诉自己，神爱世人。我要感谢上帝，他还没有选1971年的电冰箱或者是洗衣机之类的。我觉得只是削铅笔机好处理多了。所以你刚刚前男友的种种事情，我们都觉得 OK 了 ，Yeah，OK，piece of cake， 对不对？当我送他400万的吉他，而他送了我一个削铅笔机的时候，OK， 对啊，好，你看完了，人渣，放人。哎 S 啊，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他，什么？因为我把我的时间让给他，我没有秘密，你没有秘密，但你要知道他讲的什么吧？播出就知道了嘛，还是现在就要知道？我想要看一下你现在知道的真实的表情。现在你就要跟我讲，不是要带进棺材吗？那我回来了，你承受得了吗？哎，你真的讲好久了，老婆。没有，我刚刚只是秀了这个而已。你会不会觉得你？所以你不觉得这很可爱吗？可爱在哪里？这个还算了，但是2018跟2022的卡片是同一张是什么意思？想不起来，为什么会买到同一张啊？因为我在买，其实我在买2022。你是去同一个？对对，因为那个卡片最大，就同一家嘛。怎么会挑到同一张呢？可是我，而且字还变那么小。原本还有爱你的老公，后来只有生日快乐3个惊叹号。3个惊叹号，惊叹号就是没话可讲才会点上去。惊叹号想冲那个版面。对。OK， 好，反正我们先姑且不论他们每年送你的吉他100万的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你老婆有成立很多家公司？没有吧？他只有那个嘛，你的工作室嘛。我有几个工作室？这是一个工作室还是2家？我有几个工作室？里面你是不是有几个股东？你有股东吗？我有啊，当然每个公司都是男性哎。有点纠结了吧？你从来没有去想说，为什么他跟这些股东都这么有默契，这么有话聊，然后都可以就是对你懂我，我懂你 ，Yeah， 做事顺利。因为我完全信任我老婆，我不会看她手机，我也不会去看她干什么。对，那你记不记得你老婆有一次去内地2年，然后刚好疫情期，然后有一个很贴心的助理，是不是执行经纪人？执行经纪人在那边陪了他2年，整整2年。你有想过这个人为什么跟他那么亲近吗？哦，后来他那个。开始想通了吗？这一切只有一件事，你想通了就想通了。不是啦，你们先去他。我后来我有去嘛，我有看到他，对他后来也很照顾你啊。他后来也对。但你知道为什么前因后果，这是中间的缘分是什么？你们今天是来拆散我的吗？没有啊，我们是实话实说而已。实话实说。因为他觉得他讲了，你应该也不会 care 啊。对啊，那是。我觉得你不会 care 啊，因为你刚刚不是都说了吗？我精神出轨或者是什么你都 OK。所以你有出轨吗？没。他此刻没有出，他那个时候他此刻没有出轨，但是那一些男生全部都是在他人生中跟他有很深的一段感情的前男友。都是前任吗？都是。但是就都没有太过分亲密行为的喜欢过我的男生，因为他们其实有些也各自有婚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就是纯粹事业合作，只是默契比较好。国龙老师是现在讲开了，有没有觉得很舒畅？我想用一句话做结论：肥水不落外人田，是不是？你讲得很好，你这结论下得好哦。就是属于一个有钱自己人。现在你看，我跟前任都不来往，我的历任的女友结束就结束。讲真的 ，we don't care。剩10分钟，剩10分钟。第二段，你们2个谁 maybe 比较夸张？还是美玲姐来讲？我美玲姐好，我来讲吗？还是今天这样好不好？男生我们就不要讲了啦，男生就废掉了。我好像有看到几个故事还蛮夸张的。
人命关天呢，你那个是人命关天。哎，你可以选音乐，他的音乐其实还蛮不错听的。哦，所以我要从 Terry 何喜欢讲起？那就 OK。好，来美玲，啊，你要先讲人命关天还代机是？呢？出来集，那一次是因为我爸爸住院，刚出院的时候他其实有点萎缩，然后他那时候有点有大脑中风，所以他讲话又不是很清楚，我不放心嘛，我想说，那你下一次的那个回诊的时候，之前你就先住在我们台北家，所以就就近照顾。那时候我跟我弟在厨房做菜，我就跟我爸说，把那个弟弟在这边玩，你帮我看一下，这样啊，有什么事情你就叫一声，想说叫一声对他来说不难嘛。那我们就做菜，做菜之后，我就闻到一股奇怪浓浓的香茅油的味道。一到客厅的时候，他已经就嘴里已经流了一大口，然后整个身体对，我就吐了，就已经吐出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喝进去多少。然后就是整件衣服，那个冬天嘛，有一件厚厚的背心，全部都已经吸满了香茅油。然后那一天我就去把他衣服洗掉，所以我们整间的屋子都是香茅油。他回来就说：“为什么我们家香茅油的味道那么重？”我说：“没有，因为我今天发现一只蟑螂，所以要喷，就喷走那个。”你都一直瞒着你老公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儿子喝过半瓶香茅油。哎呦，现在讲事后他没事，你可以跟他讲吧。对呀。但就是他就会骂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干？我们现在已经有第3个小朋友。”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就是6、7年前。那可以讲了啦。真的吗？当然啦。你等下就好好的跟他讲说，我让我的儿子喝香茅油，喝了半瓶，你想怎么样吗？你想怎么样？他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而且那阵子家里是不是没有蚊虫？他的毛细孔对，有一种只要有他在的家都是没有蚊虫的感觉。这不可以啊！还有一件你比起来，你这跟他落差很大哦。真的。还有一件事情是跟前任有关。哎呦，哎呦，前任是危险的，跟前任有关。好，来。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跟他刚开始交往的时候，然后要送生日礼物，他又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然后感觉好像他也没有缺什么，我也不知道送他什么。然后呢，我想说生日礼物啊，刚好我手边就有一组那个，就是我出国在免税商店买的男性内裤，然后就有好几件。你手边为什么刚好会有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我本来要买给前男友的，但分手了。但这个东西就一直在我的衣柜，因为你也不能丢啊，太浪费了。干嘛丢？当然要丢啊！对，我想说这很实用啊，然后是高级牌子吗？是啊，还不错哎。前男友的身材跟他一样，差不多是不是？瘦一点，瘦一点，所以他穿的时候他就觉得比较紧，baby，我觉得好像有点紧。我就说没有，那是因为你昨天可能酒喝太多，有点水肿。我跟你讲，你水肿退了之后好看，超帅的，对，穿久了，我这边还勒出勒痕吗？下水之后就松了，对，所以他就觉得好，那很好看。到现在那几条内裤还在吗？没有了啦，很久了。已经汰换掉了。哦，对。你觉得内裤的事他会比较气，还是小孩差点死亡的事？我的小孩的事。我觉得你要亲口跟他讲小孩的事哦，不要让我们来看。主要是那个内裤是新的还是用过的？新的啦，我怎么可能给他？所以等他一转过来，你就跟他说 OK 啦，老公，我曾经让小孩要喝那什么。好，来，这位杰伦，麻烦一下。可以拿掉对。这边真的比较冷哎，是心态的关系。对，你老婆有话要跟你说。你在那边，你不要过来。哎呦，你过来，我怕我会被打。老公，对不起，我曾经让我们家老大喝了半瓶的香茅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回到家的时候说，怎么家里都是香茅油的味道？有啊，有整间。然后他说他打翻是不是？他说因为蚊子很多啊。蚊子很多，他喷很多。对，因为就夏天嘛，然后怕蚊子。但其实事情的真相是，那半瓶都被你儿子喝掉了，然后他也呕吐了，但他还好没有伤及他的生命。有吐出来。所以那一阵子，你有发现你们家完全没有蚊虫，都是你儿子的功劳。走到哪蚊子趴到哪边了，完全会怕。去学校到哪里哇，全部呀蚊虫都自动散开。他变成蚊虫克星了。对，他人生变成一个香茅油金香机。
而且证明你儿子身体很好啊。对呀不，是啊，你怎么没有跟我讲？对啊，应该没有喝到半对不起，没有股东的问题嘛？什么股东？股东？什么股东？香港有股东吗？等一下，等一下，你还没还有，我是说不要讲那个，你还有严重的，是不是有一年你生日，收到了一系列内裤吧？比较紧的那一组，你是不是有 complain 说勒的老婆怎么觉得有点紧？还没结婚之前，应该说，因为我本来就有在健身房服务嘛，那我都会穿运动内裤嘛。啊，运动内裤本来就会，我真的喜欢买一些比较花俏一点的，就是有剪裁的，然后合身的运动内裤，有他有送我一系列。哦，所以当时你会觉得说，你怎么不知道我的 size， 怎么会买那么紧的？因为他说怕我运动会要固定性、包覆性比较好一点。对，其实来你刚才讲的那个为什么那么紧啊？那你想知道真相吗你？想知道真相吗？黄国伦老师好想告诉你哦。由谁来讲杀伤力会比较小呢？还是木木老师？还是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现在都知道还。是周杰伦？要不由你来用麦克风讲一下。你的内裤全部都是她前男友的。好有才华给你。 Very good，周杰伦 ，Very good。现在音乐才子随便来。好有才华 Very good，good job。 ，Good job 前男友的内裤，对呀，因为分手了，他就送不出去，他就只好送你啊。天哪！你跟我说你去买的，哎，对啊，我是买的，是我买的，没错你是本来买的，不是要送你的。是要给前男友的，那他有穿过吗？没，当然没有，好像有两件有穿过，当然没有，有两件有穿过啦。你刚刚不是说有两件有穿过？小孩子不要闹了，不要拆散人家。完整的我都还没拆封啦，没有。不可能吧？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哎，Terry，有没有觉得很畅快？人生很开阔，有没有觉得？我想脱裤子。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哎，我觉得 Terry 未来你不敢再穿他送的内裤了哈。不，哎呦，哎呦，不会，没有了，没有了久了，此生已经没有前男友了啊，因为没有结婚了，了。我现在只有你啊。好了，这样就 OK 了嘛？可以了，OK 就是了。把话讲开之后，很多事情就觉得没那么严重。那我这里跟他坦白一个，我说我本来差点带到棺材的事情。哇，来了，来，打败他反的正现在都没有耳机的问题，不要耳机对吧？我们敢面对丢真相掉耳机了嘛，对，纠结了。对，不要纠结了，来吧。因为我本来想要不要讲，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女生会不会 care，因为我曾经有一任女友差一点论及婚嫁。有一任女友，然后他们家的长辈其实很喜欢我，很喜欢我。他的阿嬷，因为他从小是阿嬷带大的，然后他阿嬷也知道，就是反正我们后来分开嘛，然后一直到前几年，就是他阿嬷生病快要过世，他就跟那个女生讲说，其实他一直都还惦记着我，那能不能再见见这个没有缘的这个孙女婿这样子？哇，所以你有回去不？过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我已经结婚，那我阿嬷她要临终，那我去见面，那我要讲什么吗？对，你有什么身份？我说我要照顾她吗？那也很奇怪啊。对的。可是那因为他阿嬷也就是因为这个前任女友一直骗他阿嬷说我单身，我就真的想不到任何理由，就想说基于长辈，我就骗他说我要去教课，然后去见他的家人。然后因为他那一天，因为我的课表他都知道，然后是有一天他说怎么突然多这堂课，我就说没有啊，就客户下礼拜要出国，要临时加课这样。我想说就算了吧，就赌一次嘛，善意的谎言嘛。那反正我就见了他的长辈嘛，然后其实他长辈后来最后也是跟我讲说，那你会好好照顾我们家的谁吗？这样，可是他很奇怪，怎么回答？哎呦，你也希望长辈不要就是挂就是心啊。对，就是这种东西，你让他真的带到他的另外一个世界，这很奇怪。然后我那时候都没有讲什么，我就是笑笑的点头，微笑的点头。可是这件事我有点纠结，我放在心里面很纠结。一定纠结。所以是到现在你才知道这件事吗？哎呦，就是，可是我觉得因为没有怎么样，就没有怎么样，对。给我来一首 A B C D E F G。但其实你是可以跟我讲的，对啊，所以不讲
更差感觉不。讲会觉得就是有一种被欺骗。对啊。不讲感觉好像真的有。而且他感觉又很慎重的，好像让那位长辈安心，他许下了一个类似承诺的东西。你会 care 这个吗？我还是 care， 就姑且不论就是讲了什么，但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机会一些。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嘛，他也论及婚嫁，也有小孩了，但你也不可能去为了这位长辈改变什么。我能够理解，就是被迫，就是你要去跟他说一些可能善意的谎言，这些我都能够理解，但是你要跟我说。对。可是他怕跟你说你不让他去，会不会？他还是要回来啊，他觉得他还是要回家。可是你不觉得他是去做一件善事吗？让那个老人家就是比较安心的离开，这样想会不会好一点？对，会好一点。我觉得对美玲来说，他会让你做这件事，可是他不希望你不告诉他。对，而且你自己内裤的事你也没跟他讲，好不好？内裤是无伤大雅吧？都差不多都是说谎啊。好1比1，扯平。所以没有事了吧？没事啊，没事啊。他最后一件事也不敢再讲了。还有。最后这个就是鸡毛蒜皮小事了，就是我可以和解的，是不是？可以和解，因为我常常在吵他睡觉了，应该是说睡不好这件事情。因为我半夜都会起来，你会半夜起来？我半夜常常会起来上厕所，那其实我自己都会吵醒他啊。其实我知道他都知道，但是他就是一直不讲。然后我就想说，真的要满足他的睡眠品质啦。你的意思是说，你起来的时候你会吵醒他？对。你知道有些床垫是可以，你起来的时候旁边的人不会受到影响。对，完全不会动的啦，只有一个人在动，另外一个人床除非是那种弹簧的，你起来它一定旁边就会被你摇醒。对。但是你就要选择那种不会影响。我想应该就是有找到这样的床垫吧。有啦。而且你不会该不会今天还有带来现场？有。完全不纠结了，这不纠结。送给他啊！耶，我们终于要和解了。夫妻睡觉很重要，要同时呢同床又不干扰，然后彼此呢在同一张床上，但是享有各自不一样的温度。没错。我要推荐这个是德国床垫哦，这家非常的有名。是，我去灌了很多的那个名品的床垫啊，其实发现很多都是很顶级，但很贵。对。但是这一家的德国床垫呢，它是非常实惠的价格，但是拿到奢华的品质。哎呦，不是到很贵，也不会到买不起。对，一般人都可以，小资族都可以。是的，啊，这个德国床垫它其实是全球很知名的一个厂牌，它就是获奖无数，而且它在欧洲销售量是数1数2的。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床垫它在全球已经卖超过600万张。基本上它能够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实验室，而且呢，它厉害的是它提供你免费呢100天试睡。哎呦，试睡100天哦。如果说你100天试睡你觉得不 OK， 你还可以退货。但是如果你买了，它有10年的保固，哎，10年保固期，10年的保固，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那时候我买到的时候，他说要买床垫嘛，我想说那我们要不要特地挑时间？因为想要床垫就想要工人，开始要搬，开始面积很大，结果没有。他寄来的时候呢，大概箱子呢跟我肩膀一样高。然后它的那个呢，这个枕头呢，枕头大概就是跟我的鞋盒再大一点点这样。哎呦，对，所以你刚刚拿到它原本就像现在这个半卷式，有没有？没错。哎，半卷式，而且呢，它有这个专利的刀片，我们把它切开。这个打开就是床垫。对，打开就是床垫。对，而且哦，我跟你讲，方便，你不用再跟那个物流约时间说要搬货干嘛，因为你只要把它一拆开，来了，我一个人都可以搬了。很多人想说床垫是有厚度的，怎么可能一打开就变成这样？它可以充气啊！你看，维斯开，厉害耶！哎，这个很厉害。你看，你打开已经听到声音了，它就自动充气吗？你已经开始听到那个吸的那个声音。哇，原来是这样子的。好科学啊！所以我觉得说，对，如果你是小资族啦，哈，或者说是一般的女生单身族在外面的话，想要睡得好，基本上这个是很好选择。对，又方便。我现在变魔术给大家看哦，神奇的时刻，怎么样？见证奇迹的时刻，目不转睛哦，看起来是一个饭卷哦，但是我把它割开完之后，马上就膨胀起来。需要帮忙吗？不用，它有这个专利刀片。专利刀片，好，我从这边划开，你听，有没有？来了，起来呀！有没有听到声音？有听到。西门，Magic，太快了吧，很快。
强哦，真的。这手脚比贺少侠利落太多了。有没有？哎，这个好，这个好。哎，好厉害！是不是？我们在家拆开的时候，小孩都觉得哇，好神奇简单的啦，是不是？好疗愈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准备一个已经开好了，好，对，给大家试尝一下，完整膨胀，对，完整膨胀给大家试尝。好哎，有没有看到？哇，已经开好了完整的一太整组舒服了。我但是强调这个 CP 值很高，为什么？你要有这样子的睡眠品质，基本上你在买他牌的，基本上非常贵的。对，所以他买的很实惠。为什么？因为我很注重的是支撑性，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体温很高。他体温很低，小孩都凑上来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夏天快到了，我有时候进到房间，他这脖子全部都是湿的。真的会。对，但是如果我觉得热，我开冷气太冷，他又在盖棉被，我会发抖。对，但是他如果不开冷气的话，我又在热的要死，小孩热的要死。为什么他会这么厉害呢？注意哦 ，CP 值高在哪边？这个是他的那个床的一个切面。它是呢由6层式的独立筒加上记忆棉的设计哦。这一次的升级版本呢，是它特别有石墨烯黑钻记忆棉，就在这个第2层。哎呦，这第2层，而且这个是有专利的这个 Aircell 的专利的开孔的透气层。之前有专家研究啦，睡眠的体温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是，所以太冷太热都不好。而且石墨烯的特性是什么呢？因为石墨烯它本身的特性是它有40%的透气性，以及23%的恒温功能。不可能那么厉害吧？对，没错，没错，而且。真的啦，为什么我要这样讲？高科技床垫呢？我这么大只啊，因为躺上去，我说晚上有时候真的常常会吵醒彼此，睡不好，对不对？你感觉到？是我真的，因为这个床的那个透气度真的很好。再来呢，它还有一个弹性减压棉层，然后你睡上去呢，你会感觉到自己一整天的疲劳都获得释放。哎呦，这个而且它本来是针对那个太空人做设计的，是，所以你把它用到床垫上面，这等级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加成讲支撑性就好了啦。它其实呢，每平方公尺有257颗19.5公分的独立筒棉。非常的耐用，精确，非常的耐用，它是非常有高支撑性的棉层。不要说我在乱讲，好不好？我睡在它旁边都不会打扰。人家说女人是水做的，对不对？我就准备了一杯水，好不好？要干嘛？女人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好来哦，你看哦，这是你的水，对不对？要干嘛？要干嘛？假设说现在美玲睡在那边，然后不要冲动啊！我刚从厕所回来，然后突然觉得呢，还有昏昏欲睡，然后我就这样子，水不动，很明显哎，水不动哎，哎呦，你动水不动哎，对啊，因为它真的这一次，因为这一个版本它多了独立分开的，对，石墨烯的黑钻石记忆棉，所以更能 Q， 哇能 Q， 你看，如果躺成这样。你看，水没事，而且我们半夜就是他只要起床去上厕所，或者是小孩在那边乱，我都不会吵到彼此。被打扰，对。所以老公如果半夜起来跑去外面找女人，你也不会发现，完全不知道嘛，不知道，因为没动静啊，睡超熟的，不是这样子，完全没动静的，不是这样子啊，没有。然后有了这个床垫之后，当然有了床垫，你一定要搭配他们家的黑钻石记忆枕。它可以调整高度，没有人家的枕头可以调整高度，它里面调整高度分层的，它里面有分层，它里面有分层。来，你看我把它打开，里面有分层。对，如果你觉得太高，你就抽掉一层，然后再试躺看看，都可以啊，都可以。所以这个枕头是我们家小朋友，然后大到我们大人都可以睡的，贴心哦，是聪明。所以我觉得说，因为夫妻是这样子啦，我们其实还不想要分房睡啦，但是睡得好又很重要，睡眠品质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真心推荐给大家，这个小资族也可以享受到奢华，真的很好睡。最后结束之前，我想问一件事情，那个说在节目上说有爱上我的那个女生是谁？我们还没结束，老师，我们还没结束。我们刚刚有说什么时候才要讲吗？我们还没结束啊，可不可以跟我讲他是谁？因为我想去谢谢他。不行。我要让你猜不出来，我要让你留着遗憾。就配唱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亲密的肢体接触？他没有讲太多，因为他觉得会影响你们的关系，所以他只说，我只讲就是我到现在都一直。我不能阻止别人爱上我，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唱歌的时候
去那个占别人便宜。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信。你干嘛突然讲这一段？自白了你那起来集播。出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哦，不会，是浪漫的一个暗恋故事。好，然后你讲完了吗？讲完了。耶！对，周杰伦。对，你觉得夫妻之间到底要不要有秘密？我觉得带有一点秘密哦是不错的，因为这样保持一点神秘感，对不对？才不会说就这样走得太快，连一首歌的时间都没有，出门可能还会遇到龙卷风，所以一切的一切哦，你有遇过龙卷风吗？只有遇过，不然我怎么写出这种歌？对，在哪里啊？在哪里遇到？新竹啊，我那时候新竹哪里？跟那一带啊，对，还遇过小龙卷风。那黑色幽默呢？黑色幽默，遇过有，就有些给我开一些地狱梗，我觉得真的是有黑色幽默，不要乱讲这种东西。那再给我2分钟，再给我2分钟。为什么只能2分钟啊？因为其实再多哈，我们这集录不完，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其实时间够了，我们就这样。你是看周杰伦的那个时间表是不是？对，其实 OK 啊，该讲都讲完了。那其实夫妻之间有一些，老招。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铃